有泪水，有笑声，也有梦想。滑水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凝聚大家集结成一个大家庭。我们等下3个动作跟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你的头一定要抬高；第2个重点，手打直；然后第3个背打直。对，等下3个动作的时候啊，3个重点都要一起做 ，OK？ 从第一次抓住把手，跌进水里开始，划水的故事就从这一刻写下梦想的开端。一次次摔倒，一次次再站起来，是队友的陪伴，让我们变得更坚强。滑水场上，我们是对手，更是彼此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因为滑水，我们有了共同的兴趣与目标。在每一个阶段，传承的不只是技巧，更是一种精神。我们从跌倒中学会坚强，从浪花里找到了梦想。我们一起滑水，一起长大。这不只是一场选拔，更是从每个阶段中对自我的验收。这是我们青春的痕迹，梦想就此起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114年拖艇滑水国家代表选拔赛。在今天4月26号的下午1点钟，我们持续在新北市的大都会公园的微风运河要来进行下午决赛的部分。那今天上午的拖艇滑水呢，其实在天候不稳定的情况下，下午啊这个雨势啊还是比较大，那气温是21度，那相对湿度是92%。哇，那今天我们在上午看到乌龟抬头，哇！这时候呢，摄影师给了我们非常漂亮的鸟哦。好，那在今天下午的转播工作呢，将是由我李秉庆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赛评肖祥泰来为您做解说的服务。祥泰你好，你好，主播，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在这个拖艇滑水，我相信也是你的强项之一啊。是的，那下午的部分呢，我相信的来到决赛，那选手们经过上午预赛的一些调整呢，下午可能把这个压箱宝都要拿出来用了。没错，下午就是我们的决赛的赛程。那我相信各位选手都会使出他的浑身解数，是，然后把他的压箱宝都拿出来给大家。对，确实啊，那包括我们在上午访问的2位选手，那包括雅雅，那待会也要上场。那雅雅在上午的表现呢，可能有一点失常啊，包括赛评，包括他自己接受访问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失误了。那当然在上午的预赛结束之后呢，他马上也跟这个不管是哥哥跟这个妈妈做一些讨论跟沟通啊，希望到了下午决赛，包括他刚刚在我们的主播台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也说到下午的比赛他会尽全力。那今天想要做出的大招，下午还要持续来使用。没错。好，像我们的雅雅，她的大招应该会有2个空翻，一个应该是我们的 heel side 的 back roll， 以及 toe side 的 front roll， 一个是侧空翻，一个是前空翻。那我们就来期待一下我们的雅雅可不可以在决赛表现出她最想要成功的2个空翻动作。是。他在主播台的时候有说到，他想要做 back roll， 对，back roll 我们的侧空翻。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微博青少年女子组呢，像是我们的比赛规则，如果它是有年纪限制的，通常它就不会有动作的限制。那如果像是有看到我们的赛程有初级组、中级组、高级组，甚至公开组 ，OK， 有一些组别的限制。
它就不会有年龄的限制。哦吼，对，所以它会有一些了解不一样的地方。了解。对，像是青少年，它就没有，它只有年龄的限制，它有 U14或是 U18，但是它就没有动作的限制。没错，就是动作没上限了，没有是的天花板哦。是的，是的，想要翻1圈、翻2圈都可以。嗯哼，对，各凭本事。好，雅雅，好，希望下午的雨势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小选手们。OK， 一样要进赛道前，先跟裁判挥挥手。我们偷赛 approach 出去，看来第一个动作会是我们的 hillside trick。好 ，Q 赛要准备了，来了。第一个动作没有错，第一个哇，没有错，就是他的 hillside back roll 侧空翻的动作，非常稳定哦。哦，确实调整了一下，没问题。偷赛，偷赛再一个偷赛的 front roll， 哇，有点可惜，翻的有一点没有完整，所以他 landing 的时候屁股有点去坐到水。OK， 但我觉得整体的完整度是蛮高的。我们再看一次，偷赛切上去之后呢，前空翻的动作有点可惜，我觉得完整度算蛮高的。对对对，好像他起跳的高度可以哦，再高一点点哈，再高一点点，也许landing 下来这个完成度会更好。对，所以我们在跟选手说的时候，我们不论是你要做空翻或是转体的动作，先决条件先把浪跳好，先把高度做出来，高度先拉起来。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很多选手他可能急着要做转体或是空翻的动作，反而忽略掉前面跳浪的动作。那高度没有做出来的情况下，他在转体或是空翻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急促。对，可能就没有余裕哦，所以你高度一做起来，可能你 landing 的时间。还稍微有一点点asobi哦，有一点点空间。好，可以看到我们的雅雅已经要准备他的第2趟起滑，在第1趟的起滑呢，已经有完成他的 hillside back roll 的动作。好，看起来像是要先再做一个 hillside 的动作，一样 toe side approach 出去，准备他的 hillside trick。好 ，hillside 来。好，先做一个 hillside 的 indie grab。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比赛啊，船后面会造出2道尾浪。OK， 像雅雅刚做的就是我们 wake to wake 的动作，一次跳2道浪的动作。是。OK， 那这个就是在初级组的选手去挑战的动作。对，初级组最多呢就只能做到跳双浪、跳 wake to wake 的动作。好，绕过来进行第2趟 pass two。对，我相信他 pass two 应该会再去尝试他的 toe side front roll。那雅雅也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啦啦队的小选手哦。是是是。对，所以相信他对于空中的技巧控制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对哦，听说他也去美国参加比赛。是的，是的，是的，是非常全能的一位选手。等于是海陆双栖啊，对，海陆双栖没有错。好，看起来应该是会再做一个 hillside 的 trick， 一样我们 toe side approach 往外。好的 pass two 第1个动作，一个 hillside 的 tail grab， 好，跳双浪抓板尾的动作 ，tail grab 板尾，对。好。这一次会直接来做toe side front roll 吗？哦，看一下是哦，toe side。哦，这个 approach 没错，有了。这一次啊，我觉得这一次的成功几率应该比第一次好多了。对，因为这次可以看到，在画面中可以看到他的弹跳其实是完全的已经腾空了。但是有点可惜，他 landing 的时候呢，有点翻的角度有点太少了，所以他 landing 的时候有点坐屁股了。是是。对，那。像正常来说，我们在做空翻的时候，front roll反而会比较难去做 landing， 因为它在最后一刻才看得到你要降落的位置。哦，了解了解。对，因为它是最后一刻已经快翻完了，你才有办法看到 landing。是，没错。对，所以 front roll 对于一般的选手来说，可能会是比较难 landing 的一个动作。那是不是从toe side来启动也难度比较高？还是差不多，差不多。对对对。所以空翻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有前空翻、
后空翻、侧空翻。所以不同的翻转的感觉呢，其实在对于选手在控制就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哦，这是 tail grab，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 hillside tail grab。哇，其实非常可惜，非常的接近，觉得应该会成哎。对，因为它起跳的这个高度在空中，这个翻转之后 landing， 这个时间点感觉是很有机会的。对，没有错。所以其实一点点的小小的落差，就会导致他 landing 会不太稳定。好，那我们看到雅雅也完成了他的决赛的表现哦。那接着轮到的是青少男的部分啊。首先要登场的是庄园，对，庄园来自我们的文子滑水俱乐部，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小选手哦。去年也有跟着那个台湾队，然后去比赛，去到香港比赛。好，来看一下庄园在这2年的国手选拔啊，112是第2名，去年是第1名，那今年是来到114。所以看得出来，这个选手是非常有经验的哦。那庄园其实在今年长高了非常多哦。对，我从他去年认识他，对，去年哇小一只的瘦瘦的，哇，今年抽高了非常多，还是很瘦，对，还是很瘦，长高了，对，长高了。当然，在这个阶段呢，小男生应该都是属于这种瘦高型的，对，哦，不断的在长啊。对，一年身体的变化会非常的不一样。好像我们的滑水比赛呀，就是375公尺的来回，对。会有2颗浮球，以及中间会有一个 cuddle buoy， 所以其实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选手就要在有效的区域内去完成他的动作，才有得分，才会得分。对。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庄园要准备进入他的 Pass One 的赛道，加油！好，庄园示意。好，先做一个水面180，背转90度。好，先做一个背转360。好，看起来是想尝试 frontside 360，OK， 没有问题。好，换成他的 switch 反脚，一样先从反脚的背转360，再一个反脚的正转360，哦，很好哦。4边的360都完成喽。好，在上午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哦。是的，好，他刚刚有看到他的手势，大拇指往上，代表还要求船艇加速，他要准备做他跳浪的动作。好，先做了一个 hillside one wake， 好，一个 toeside one wake。所以 one wake 的意思就是他去跳一道浪而已。是。对，所以跳1道浪跟2道浪的难度就不太一样了。没错。那当然，如果你要有腾空的感觉，大概就是 two wake。对，没错，没错，就是我们的 wake to wake 跳双浪的动作。好，那庄园看起来是稳稳的完成他的 Pass One 赛道。如果我们的宽板滑水的选手，如果在第一趟没有落水的情况下，船艇会在折返点让选手下来等待一下，等到那个水的回浪消失后，才会进到第2趟的赛道。对，哦，这是让第一趟没有失误的选手啊，有一个喘息的时间，那也让整个场地的状况更好。没错，没错。像我们宽板滑水的评分呢，应该有很多观众也不太了解。是，对，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像我们宽板滑水的动作，我们会有3大主轴来做评分。第一个是我们的 execution， 是 OK， 就是我们的执行。对，我们执行动作的状况是非常干净的，非常稳定的。它 landing 下来有没有 land 在浪尖上，或是它下来是有没有身体晃来晃去的。OK， 那这个会在我们的 execution 里面。再来第2个评分项目是我们的 intensity， 我们的强度。它的跳浪是不是跳得又高又大又远啊？OK， 所以强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3个就是我们的 composition， 我们的动作组合。
OK， 还有他的 hillside 跳浪、偷赛跳浪，甚至他还有反脚的跳浪。OK， 他在组合上有更多的变化，所以我们评分主要会有这3大主轴。OK， 那其中又以那个强度为最大的重要点。OK， 好，可以看到我们的庄园，哇，尝试了一个 hillside 的 two wake， 没有问题，非常稳定。好，现在又切回到他的偷赛边，看起来要再做一个 hillside 的动作。好，偷赛 H out 出来之后 ，hillside 蓄力。哇哦，哇，这个突位就跳得非常的高，但有点可惜 ，landing 在他的浪尖上，没有完整的过到第2道浪外。但高度是非常好的，高度是非常好。好，来做了一个弯位的 indie grab， 加油加油！哎，不做动作了吗？还是已经过赛道了？哦，可能不。哦，看来是已经过赛道了，所以他的 pass two 做了2个 wet wake， 而且做的都还蛮干净的，而且第2个的高度强度其实非常的好。对，哇，第2个起跳的高度啊，相当不错。是的，是的。所以像我们刚刚介绍到评分的状况，所以大家会知道说强度其实是我们宽板滑水中非常希望看到选手呈现的一个动作。对，所以他在占比中多了一点点，所以他在评分的占比多了一点点。哦，那当然也希望让比赛的内容更有张力。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强度是越高越好。没有错。好，可以看到我们的庄园稳稳的滑回到出发码头，这个动作我们也可以称为它是 stand pass， 站着滑回码头的动作。我们的小将表现得非常好哦，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第1个 hillside。landing 就像比较干净的 landing 的时候，它的整个半个板身几乎都在浪外了，对，它就是一个完整的 wet to wet 动作，没有落在这个浪尖上。是的，是的，像第2个就有点可惜，高度出来了，但远度不够。对，那就有可能会被判定成是two way， 它 landing 会标记在浪尖的动作，所以其实比赛的裁判需要看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就它 landing 的位置，它是 landing 在浪上 ，landing 在浪内，还是完整的 way to way， 或是它 landing 在浪的很远的位置。对，每一个 landing 的位置都会有不同的评分方式。好，那接下来看到是青少男的第2位选手，好，张宏安啊。昨天宏安呢，在这个wake surf 的比赛部分，哇，全部都是360，都是大招，都是大招。看起来是非常有企图心的一位选手哦。好，我们的宏安来自我们的蚊子滑水俱乐部，加油加油，宏安！把昨天wake surf 360的气势再拿出来。好，去年宏安是拿下青少年的第2哦。不过宏安在今天上午就稍微保守一点点啊，没有一开始就直接开大招，还是有先拿一点基本的分数，对，先试试水温。那希望他下午可以把他会的大招都全部放出来。好，我们的比赛船要准备往外开，然后回转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的 Pass One 的赛道。是。张宏安做一些小调整。对，先在进赛道前呢，先活动一下筋骨，蹲个几下，让自己去熟悉一下站在滑水板上的感觉。所以很多选手在进赛道前有很多不一样的仪式啊。对，所以可以看到一个习惯动作。对，有些人会拉筋，然后有些人会稍微 carving， 稍微切一下浪，甚至你可以看到像右叶苏凯他们会做很多 inside out 的 trick， 然后去感受一下浪的形状。所以每个人进赛道前的仪式不一样，是，对，都是非常有风格的一个动作。好，我们的宏安准备要进入他的 Pass One 第1趟的赛道。
好，看起来红安就没有选择做水面的动作了，他的船速一开始就提得比较快了，看起来是要直接挑战跳浪的动作，跳跃。对。好，一样他的 Toeside approach 出去。OK， 第一个动作看起来是要选择一个 Hillside，哇，突位 OK， 这个突位就做得非常的漂亮哦，而且 landing 是有点 over landing 在比较浪外的位置。哦，这边小心哇！看起来刚刚应该是要慢慢的切过浪，但有点冲太快了。哇，有点冲太快，这个失误可惜了，不然一开始状况很好。对，一开始的状况哇非常惊艳。哦，那以这个回放的角度看起来是原本是要尝试一个偷赛的 way to way， 对，但可能进来的时候呢遇到了一点点的回浪。导致他的压水没有那么的稳定，所以他选择把这个速度收掉，想要重新的来做 setting，但收掉的时候速度还是有点太快，所以变得还有点切上浪，被浪弹起来了。OK， 我相信洪安他应该非常的懊恼，对，因为他的第一次的这种跳跃的动作其实相当的流畅，对，而且又大又稳，他应该是状态很好，对，但没想到反而。感觉小小的失误，对，只是在做一些过渡，或者是在做一些调整，居然发生失误。没错，而且宽板滑水的比赛只有2次失误的机会，对，等于说你丢掉50%的机会。对，没错。哇，这个失误就有一点点亏了。好，没关系，打起精神。好，看起来一样要先再挑战一个 Hillside 的 trick， 一样我们的 Hillside approach 进来 ，Hillside， 漂亮的，有，好，盯住 Hillside 的，不会吧，又一次，怎么会这样？我相信在场的观众跟裁判应该都没有料想到这件事情，我相信连洪安本人都没有料想到，这2次哇！非常的可惜啊！大家应该看得出来，他的赛道应该完成了，他只是进来，对，遇到浪，不小心踩到了，可能是有人在水里面放了香蕉皮，洪安可能不小心踩到了香蕉皮，哇，把我们的这个拖艇滑水变成马里奥赛车了，哇，太可惜了。哇，真的非常可惜，不然他那2个 way to way 其实做的真的是又大又漂亮。但是反而在比较简单的动作，或者只是一个过渡的动作，发生失误，而且是第2次，对，是连续2次。哇，我相信洪安他应该等一下会非常的懊恼哦。对，就是这样，可以看到，哇，这第1次，对，这是第1次。大家可以看到他的。Hillside 的动作其实是又大又扎实，而且 landing 也没有问题，稳稳的拉住了这条 handle。对，但在回来的时候，哇，真的是一点点的松懈都不行。对，这个要相当专注啊，因为都是在不平衡的状态或是不稳定的环境所以是的，可能有一点稍微。分心了，然后就会形成失误。可以看到我们船上的裁判应该也相当的头痛。怎么会？对，怎么会？哇！好，那下一个出场的就是我们的 Wakeboard 初级男子组的决赛。是。好，那应该先登场的是杨新作。OK。好，我们来讲一下初级组可以做到些什么动作。初级组它只允许做水面的动作、臀跳以及基本的跳2道浪，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way to wake。那允许执行非惯用脚的动作，但是所有浪内到浪外的动作都不计分，就是像刚刚我们优叶舒凯在一开始进赛道前的 inside out 的 trick 都不算分数。是。好，我们的星座来自我们的蚊子滑水俱乐部，加油加油！对，星座在上午预赛是有先做水面的动作，对，没错。像是初级组因为最多就只能做到 two way way to way
跳浪的动作，所以它不能有空中转体的动作。所以这时候呢，它的水面的动作就非常的重要。OK， 因为它被限制住了，它不能做更多，所以变成它的水面动作就变成它需要去抢分的一个动作。所以会看到，其实终极组以后呢，就会比较少看到水面的动作出现了，是会直接来到跳跃。对，就会通常终极组以上的组别呢，就会从跳浪开始，因为它在空中就有更多的变化了。好，我们的星座已经完成了回转，准备进入它的 Pass One 的赛道。好，现场的雨势也稍微趋缓了一点点哦。对，没错。比起中午大概12点左右，那时候的雨势是最大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来到下午大概是1点30分，雨势现在是稍缓。那我们希望能够这个雨停啊，因为待会的速度越来越快，那等级越来越高。那如果有下雨的话，可能也会影响选手的表现。OK， 我们看看星座刚刚做了水面180，然后以及背向90，哇，两边的360也都非常稳。好 ，OK， 现在在做反脚的360，哇，也是大招全开4边的360，没有问题。对，全部完成了。是的，一样选择了加速，要准备开始他的跳浪动作。是，头赛，看起来。好，我们 heel 赛第一个动作是 heel 赛，应该是一个 wake to wake，但是有点 landing 在浪尖了。好 ，OK， 看来 Pass One 的赛道是结束。哇，星座我觉得比起早上他这下午的决赛又更加稳定了。是，确实表现得非常好。他在 Pass One 的时候已经把他水面的动作全部都做完了，然后还有一个 heel 赛的 wake to wake， 对。但是有点可惜 ，landing 在他的浪尖上。没有整个过去。对，没有整个的过去。对，这是比较可惜的部分。不过现在有一点点的时间调整。是的，因为他完成了他 pass one 上，而且没有摔水，所以他可以获得一点点休息的时间，也等那个水面的回浪消掉一点点，再开始他第2趟的赛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决赛的时候，每个选手都卯足全力哦。这最后一次的机会。对，只有最后一次的机会，要来抢分啊！要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名次。没有错。但最重要也是希望能够代表台湾出国比赛。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今年会有2场的赛事，一场是6月的泰国亚锦赛，以及10月的香港 Wake Face 的比赛。对，加油加油，各位选手，拿出你们的最好的一面，为台湾再去争取一面金牌。好，再来看一下刚刚星座的精彩重播几个水面上的动作是做的非常扎实，对，而且非常的稳定，而且流畅。好，我们的星座准备他的 Pass Two 的赛程，像刚刚已经有完成了 heel 赛的动作，我相信他等一下应该会去挑战偷赛的动作。让他的动作更加的完整。好，但现在看起来呢，会先做一个 heel 赛的 trick 进来。好 heel 赛。那我猜这个应该是星座的 switch， 他的反脚的动作。他刚刚应该是想要尝试一个 switch heel 赛的动作。所以像我们在宽板滑水呢，它有分惯用脚以及非惯用脚。是 ，OK， 因为有些人是习惯左脚在前的，有些人是习惯右脚在前的。OK， 那如果你可以在比赛中，除了你的惯用脚可以做好动作以外，如果你有非惯用脚的动作，那个分数就会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好。
没有关系，星座这是第一次的落水，他还有对，一次还有一的机会。次机会。对，应该赛道的距离也都还够。再思考调整一下，是的，没有问题。因为他在第一趟Pace One 其实做的非常的扎实，而且非稳定，常完整。嗯。所以这时候其实选手在水里面等到比赛船来的时候呢，就是会去思考说，接下来的动作我要怎么的再去做编排，以及刚刚哪里做的不好，可以再去做更多的修正。所以这是一个小小自己的空间呐、对，跟自己对话的时间。好，我们的星座准备第2次的起滑，加油加油！好，那这次就选择他的正脚，一个 hillside ollie， 然后选择一个头赛 ，OK， 头赛 one wake。好，换成 switch， 换着他的右脚在前，看来是要做一个 switch 的头赛 one wake。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时间还够吗？距离还够吗？可以决定再补一次刚刚失败的动作 ，switch hillside way to way。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哇，把刚刚失败的动作补回来了哈！恭喜星座。哇，这趟就表现得非常好哦，他有正脚的跳浪，也有反脚的跳浪哦。那我相信会给等一下的选手恩旭会有一个蛮大的压力，加油加油！所以反脚的动作啊，其实会比较对于选手来说会比较困难。对，毕竟不是惯用脚。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可能过去训练的强度上啊，或是训练的次数上没那么多。是哦，或是不习惯。没错，没错，没错。虽然说看起来只是换一只脚在前面，但很多选手都告诉我，他们在练习非惯用脚的时候，很像是从头开始啊。对，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的 switch 反脚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培训。我们目的就是让选手的正脚以及反脚都可以有动作去呈现。是。有点像是左右开弓的感觉。没错，没错，没错，左右开弓，左右开弓。好，下一位选手呢是我们的古恩旭，来自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对，那恩旭在上午的表现是相当出色哦。是的，他上午有4边的 way to way 哦，就是他的正脚跟反脚都有办法跳到双浪。那恩旭也是去年开始比较积极的在参与赛事。对他其实也是一位双栖的选手哦。对，他的宽板也练，威慑服也练，对，非常厉害的一位小选手。不小了，大一了，今年大一。哦，大一已经，当然对你来讲不小，对我来讲还好小。好，恩旭来了。好，我们的古恩旭起滑喽，他是我们的左脚在前的选手，加油加油！好，恩旭来自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没错。对他今年的目标，他就说他希望可以代表国家去拿一面金牌。哦，对，但最重要的是他先在国家代表队的选拔，对，先把它稳稳的做出来，好的成绩，是的，就有机会能够代表台湾了。是的。好，我们的比赛船已经完成了回转喽，准备进入它的 Pass One 赛道，一样选择从水面的动作开始。
加油加油，恩旭。好，先做了一个正转90度以及背转90度。好，背转360，正转360没有问题，换成反脚，背转360，再一个正转360没有问题。OK， 加速，非常流畅哦，水上的动作全部完成。是的。好，看来是先选择一个 toe side 的 ollie， 加上一个 heel side 的 one wake， 稳扎稳打 ，heel side ollie，toe side 的 one wake，OK， 没有问题，距离还够。所有该做的这些基本扎实的，先把它做一做，没错，先抢一些基本分数。刚最后的补做了一个 switch toe side one wake，OK， 那他的 pass one 也表现得非常好哦。对，他的水面动作也完全的执行了，以及多了3边的 one wake 跳浪。好，那接下来 pass two 就要去挑战 way to wake， 对，跳双浪的动作了。看看双浪有没有机会能够完成啊？是的，不管是 toe side heel side 甚至这个反脚的位置，没错。好，恩旭也是我的学生，加油加油！恩旭是你的学生，是的，是的，他的程度应该是有办法或有机会全部 finish。对，所以我们给他的目标就是看可不可以把他初级组最难的动作都全部做完了。对，加油加油！还有一趟完整的一趟。非常努力的一位选手，他就是会在课堂中间，然后会拨空，然后从学校爸爸会载着他过来练习，然后练习完再回去学校上课。对，他的课业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真的很认真。是的，是的。把握一点点的时间，也要下水来训练。是的，他也是我们的医学院的学生。哇，对，也是我们的高材生。对，哇，那医学院的学生的头脑就是最顶尖的了。对，我才大一，哇，那医学院念7年了，那课业会越来越重啊。是的。我们看到现场的雨势又变大，但对于选手来讲是一点考验呐。那希望这个老天爷帮帮忙就这么大就可以了，不要再大了。对，希望雨势也不要影响到选手的表现。加油加油！大家可以看到岸边也非常多的选手以及观众在看我们2014年拖艇滑水国家代表选拔赛的现场直播。好，我们的恩旭 Pass 2的赛程起滑。对，希望恩旭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跳浪的动作全部完成。对，加油！好，一样选择在先做一个 heel side 的动作，正脚。heel side 的 way to wake，OK， 没有问题。好，接下来会选择正脚的 toe side。好，toe side看一下 ，OK， 没有问题。toe side 的 way to wake。OK， 选择换成的右脚他的反脚 switch， 先从他的 heel side 开始。好，反脚 heel side， 加油加油 ！way to wake。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再来最后一个动作 ，switch toe side也是最困难的一边，没有问题。哇，全部完成了，所以恩旭为自己加油，鼓掌！表现非常好啊，应该也达到祥太教练的期望了吧？没有问题。100分，100分，100分！教练给100分今天其实恩旭从上午的预赛或者是来到决赛，都非常稳定对，都非常稳定。所以可以，他的基本功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了打磨对，所以在初级组的时候，他的基本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还可以像机器人一样，在每一个环节都是慢慢的做，慢慢的做。因为我在上午还对他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就同刚刚祥太说的，像机器人一样，哇，很精准，很精准，对，很精准。哇，他也非常的开心哦。是场边应该是亲友团呐，也拍着恩旭回到岸边的镜头。我们也恭喜我们的恩旭完成他的赛道。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精彩重播画面。所以我们的初级组的动作呢，最多就是4边的 two wake， 4边的跳浪。对，有 heel side、toe side以及反脚的 heel side、toe side。所以 N 区全做完了，全做完了，全做完了，已经不能再做了。对，不能再多了。对。对，看到他完成动作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兴奋了。好，那待会我们要进行的将会是终极的部分哦，终极的男子跟女子的决赛。没错，那我们的终极组的限制呢，就是不允许空翻和360度或以上的转体动作。那意思呢，就是它可以做抓板，它可以做突位的180的转体 ，OK， 所以它就比初级组的动作困难再上了一个层次。是。好，首先要登场的是黄家宇。对，黄家宇我们也叫我黄瓜。对，黄瓜。这样是我们的宽板滑水终极女子组的选手。好，佳允还是戴着她的帽子哦。哇，非常有个性，嘿嘿。好，看起来我们的黄瓜是我们左脚在前的选手，加油加油！比赛船回转，要准备进入到我们的赛道。好，这次我们的比赛船体呢是我们的 Nautic G21的船型。好，看来我们的选手第一个动作要选择是 Hillside 的 Trick。好，准备第一个动作 Hillside，OK， 一个 Hillside two way 没有问题。好，接下来是一个toe side two way 没有问题，应该有加到一个抓板的动作。好，再来一样是一个 hillside indie grab 没问题哦。前面3个动作非常的干净，而且非常的大。再来toe side，toe side 180，加一个180，对，toe side的正转180。非常的稳哦，最后补一个。好，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 Pass One 的赛程其实表现得非常好哦。对哦，这几位选手哦，从一开始的这个青少年，对青少年，一直到现在的中级，对每一位选手其实都拿出他们最好的看家本领喽。对，滑水运动很好玩的就是跟自己挑战。对，跟自己挑战，去把自己会的东西，甚至不太稳定的东西，去尝试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可以看到他的跳浪的动作真的是又大又稳。Heel side and toe side。好，这个动作是我们的 toe side 正转180。看得出来是基本功非常扎实的一位选手哦。是哇，在做完之后呢，很开心呐。是的，待会包括这个荣幸也要登场啊。是的。
啊，另外我们的喜剧演员巨阳尼，对，巨阳尼，巨阳尼哦，待会也要上场。因为刚刚我也小开玩笑，我说他现在是特技喜剧演员，特技喜剧演员，没错，对，变马戏团。好，黄瓜，对，准备他的 Pass Two 赛程。好，选择看起来是先要选择做一个 Hillside 的动作哦。对，所以先头赛切出来去。好，Hillside来了，Hillside，哦，这个抓板看起来要做的是 Hillside 的 No Scrap 加正转180，但有点转过头了，转的角度太多了。然后看一下，对，一个 No Scrap， 然后加正转的180，但有点转的太多了，而且跳得很远，跳到有点我们会说它是 overlanding， 有点跳到离浪有点远的。OK， 对。当你 landing 的时候，离浪越远，它对于膝盖的冲击力就越大。是对，所以它就越难 landing。哇，有看到它的装备，看来是喷装了。喷装了。对，那如果像在比赛的时候喷装的话，我们有4分钟的时间可以去调整你的装备。是。我在上午的转播过程也有几位选手喷装掉宝，包括木鸟教练。木鸟教练没错。他应该在尝试他的 Wally Bird。对，所以选手就要慢慢的上船，然后赶快去调整他的装备，然后再重新的回到赛道上。4分钟的时间，然后赶紧把握。所以像宽板滑水这项运动啊，跟快艇冲浪最大的不同就是，宽板滑水它需要一直拉着绳子，它的动力来源就是它的绳子。对 ，OK， 它绑着快艇。那快艇冲浪呢，它就是藉由船浪的推力推着你往前。所以像宽板滑水的选手啊，他们对于绳子的张力的掌握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对，特别是在跳浪的动作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让绳子都要是保持稳定张力的情况下，它在做动作的同时呢，才会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技巧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不过小坦，你2个项目你都有涉猎，那你觉得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应该是从哪一个项目可以先接触？如果以初学者来说的话，我觉得2个都可以。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询问你会不会游泳。对，因为快艇冲浪就是你落水之后，你的人跟板子会分开，比较远。对，所以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会在捡板子的过程会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宽板滑水呢，你的鞋子跟脚就固定在一起，所以就算你不会游泳，但你不怕水，你落水，你的人都会在原地，船会绕回去给你绳子。对 ，OK， 他就不会花太多的体力在游泳的上面。了解。对，但我觉得也许这个是一个判断的方法。对，这是一个判断的方法。再就是，他喜欢什么样风格？他喜欢刺激一点的，他想要更多自由一点的感觉。对，那就是让他去做选择。好，我们看一下。在黄瓜的部分呢，已经重新穿好装备了。对，看起来要再做一次 Hillside 的动作。对，好，头赛切出来 ，Hillside 一样再做一次啊，有点可惜，这一次转的角度反而少了一点点哦，所以他在 landing 的时候呢，板子就有点打滑了。第一次有点转太多，这次有一点点转的太少了。修正太多对，修正太多了。也可以看到他 landing 的时候，哇，有点压到他的后脚跟，所以导致他的板子往前滑了出去。但这次的动作就比上一次这样更好很多，是，就完整度就又更高了。
好，可惜2次挑战呢、都没有办法成功 landing。不过我们看到黄瓜，确实也把他最好的一面给展现出来了。没错。所以看到选手其实在落水的时候呢，他都会去思考，我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去做调整，要调整多少？对。好，接下来应该是我们的微博终极男子组的决赛哦，是我们的郑宇宏，来自文子滑水俱乐部。那宇宏是去年初级男子组的冠军哦，对，所以他今年就晋升到下一个级别了，他到了终极男子组。对，那包括宇宏也曾经到香港去参加比赛在初级的男子组也拿下第1名。对，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哦。动作做起来，我相信都是非常的游刃有余。OK， 我们的郑宇宏选手出发。好，一样，郑宇宏选手在进赛道前呢，他先选择了稍微 carving 一下，去感受一下浪的形状以及滑行的脚感。所以大家会看到，其实宽板滑水啊，这个运动男生女生的比例其实差不多。确实，对，确实。所以他在性别上以及年龄上都没有太大的限制。对，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各个俱乐部去体验我们的宽板滑水或是快艇冲浪。尤其夏天要来了。对，没错，夏天要来了，最清凉消暑的运动，没有错。最新潮流的运动。好，先选择了一个 Hillside Two-Way Indie Grab， 对，看起来非常的老神在在。对，一个偷赛，180，没有问题，偷赛的正转180。刚landing的时候有点坐屁股了，但没有问题。OK， 再一个 Hillside 180。没有问题。哇，有点可惜，在 landing 的时候呢，有点点踩到他的脚跟，导致他的板子有点滑出去的动作。哇，几乎要完成了。对，几乎就要完成。在空中的时候，其实动作都还是相当的稳定的哦。landing 的时候，哇，对，压到他的 hillside 了，导致他的板子往前滑出去。对，那屁股一坐落水了。所以像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啊，反而如果你的两边的跳浪程度都差不多的话，我们以180来转体来说的话，偷赛的180通常会比较容易达到。对，反而是偷赛的180。对，原因是他偷赛进浪起跳转180的时候呢，他的 landing 是他的 hillside。了解。是，所以重心呢就会比较容易压到脚跟的位置。没错，因为你是刚好是 hillside 下来去做 landing，所以偷赛180，正常来说会比较容易的去做达成。是，对，那反而比较困难的是他的 hillside 的180，因为他 landing 是偷赛的 landing， 对，他就会相对的比较困难一点点，这个重心比较难抓。是的，下来然后脚尖还要继续的做加压。好，我们的宇宏选手应该会直接回转，然后进入他的 Pass 2的赛程。
好，再来看一下雨虹，那是一个正脚的 Hillside Indie Grab 抓板的动作，头塞180，大家可以看到 landing 的时候是脚跟，所以它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对，当然每个人的执行起来的感觉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但通常来说会是偷赛的180会相对于容易一些些。好，我们的雨虹即将再次进入到他的 Pass Two 赛程，加油加油！好，先一个欧力180换成他的 Switch， 应该是补刚刚失误的动作吗？没有错，一个 Switch Hillside 180的动作，再换回到他的 Switch。一样是右脚前 switch 偷赛180的动作，没有问题。四边的突位180都搞定了。好，看来还有一个动作的时间，他要做什么动作呢？一个正脚的 hillside， OK， 这个动作呢一样是180，但它是背转180，它是背转。OK， 难度更高，难度更高。所以，当然我们刚刚有说到，终极组最多可以做到180的转体。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比较多的选手一开始都会先选择正转的动作，对，因为正转相对比较容易一些。是，但背转的哇，那就是另外一个层级了。对，没错。所以雨虹选手在他成功他四边正转180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他选择去挑战Hillside 的背转180，哇，非常的有企图心哦。对，非常有企图心，而且完整度也非常高哦。对，背转会比较难的原因是因为它在转的过程是看不到浪的。对，所以在旋转的过程会相对的比较困难一点点。对，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正转的话呢，他的眼睛是可以很清楚的一直往前看，但背转的话就会多一个向后看的动作，所以他 landing 的时候是看不到他的浪的，所以他的困难度就会比较高。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也恭喜雨虹完成他的比赛动作。对，哇，雨虹从去年的初级到今年的中级，我相信这2年的进步是非常明显。没错。那接着会轮到的是高级男子组的决赛。没错，那我们高级男子组呢，就开始会有空翻或是360度的转体的动作了。是。在上午我们也看到，不管是祥顺或国维，其实动作都非常的精彩。没错。那祥顺也来到我们的主播台接受访问，但他在上午有失败的招式呢，下午会持续持续的改善，来挑战一下，继续挑战。对，那我们的高级组呢，最多可以允许2个动作，就是一个空翻或是一个360，或是2个空翻，对。然后空翻的话，允许加入正转180的转体 ，OK， 但是不允许背转空翻加背转的动作 ，OK。加油！好，祥顺呢？我记得他上午是要挑战那个 Hillside 的 Tension 后空翻的动作，但好像没有成功。那希望他在决赛的时候可以把它完成。好，比赛船开了回来，加油！准备进入他的 Pass One 的赛道。好看会不会在第一趟一开始就来挑战上午失败的 Tension， 就来放大招吗？一样先跟船上的裁判挥挥手，调整一下。好，看起来是要先做一个 Hillside 的动作。OK， 所以会看到
就大部分的选手第一个动作都会选择 hillside 的 trick， 因为相对的稳定。OK， 一个 hillside roast beef。好，再来是toe side。toe side，一个toe side正转180。对，这个toe side180，哦，差一点点，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哎，没有问题，稳稳的救了回来。是，好，那toe side出去。对，一样是我们的正脚 hillside 的 trick。好，来看一下 hillside 这一次360，哇！有点可惜，接到握把的时候，但握把离身体有一点点的远，导致他的拉力太强了，landing 的时候身体被带开了。哇，非常可惜哦，大家可以再看一次。好，来看一下。在接到握把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好，但 landing 的时候握把有点手，对，只有一手，而且 landing 的角度有点转太多了，它的板子的角度有点转超过360度了，所以它就有点被整个带出去的动作了。哦，没关系，再来。对，再来，还有一次机会，加油加油！所以会看到高级组呢，就会开始有一些换握把、换手去接握把的动作了。OK， 所以在换握把的动作呢，通常会比空翻还高分哦。OK， 是，像是我们360度的转体，然后跟我们的空翻比起来，如果两个做的强度都做的差不多的话，那通常来说，360度的转体它会比较分数比空翻更高，对比空翻高一点。原因是360它多了一个换握把的动作。OK， 在换握把的途中呢，就有可能失误，因为刚刚就是在换握把，最后只剩下单手，其实这个要支撑平衡难度太高了。对，就是它有可能在换握把的途中握把滑走了。对 ，OK， 所以它多了一个风险。OK， 那更多的风险代表它应该要获得更好的分数。是，如果在同样强度的状况下。好，要直接来进行第二趟了。没错没错，那看来他会再拼一次的 hillside 的突位360，以及他的 hillside 后空翻 tension 的动作。好，再看一下刚刚我们一开始的动作。一个 hillside 的突位抓后面 roast beef 抓板，然后一个toe side 的正转180，然后这个 landing 有点点小小的危险，屁股坐下去了，但没有问题。来一个 hillside 的突位360，哇，有点可惜。对，看得出来他等一下应该会再做一点点的调整，是看可不可以顺利的把这个动作拿下来。还是先看，让我们看一下空翻。通常他第一个会选择360，应该是他对于这个动作的把握度比较高，更高。对对对，但也不一定，搞不好他突然觉得，空翻的感觉来了。好，第一个动作 hillside 的360没有问题，这次单手也是抓住了，这次就拿下来这个动作了。好，调整回来之后，好，看起来是要直接拼一个 hillside 的 tension， 然后可以看到他在做那个意向训练的没错，就是要拼的就是 hillside 的后空翻 tension。好，hillside tension 在上午2次失败，来看这一次转不够，有点可惜，没有先跳起来。是，哇，他自己也非常的懊恼啊。对，有点太早了，没有先登起来，所以导致他有点没有翻完。好，再看一下，这是他的前面360哦，对 hillside 360没有问题，稳稳的抓住这条握把。这个就是他的 hillside tension， 哇，翻的角度少了一点点，有点可惜，但已经接近翻完了，对，我刚刚如果起跳稍再慢一点，那个高度会更高。对，没错，就会让它翻得更完整。没错，它更有空间去让这个动作完整的去做执行。所以刚刚透过我们的重播镜头，其实选手回去都可以再检视。没错，好好做一些调整。
好，那接着会轮到的是国维哦，国维当然在上午的表现是非常精彩了，对，非常精彩。哦，来自 ES Wake。对，国维我们的 Simon。早上国维有做到Hillside 的侧空翻，对，以及他一样有做一个360的动作，然后在出赛道的时候补做了一个超人飞 Air Rally 的动作，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但是我们刚刚的祥顺他有成功一个 Hillside 的360，我相信对于国维也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压力。好，国维来了，对，我们的 Simon 加油，选择 Jump Start， 从码头直接起跳出发。OK， 没有问题，稳稳的出发了。王国维来自我们 ES Wake 滑水俱乐部。哦，看来在赛道外要选择要先挑一个 Hillside 试试浪，来一下，哎，没有问题。对，在进赛道前呢，小试身手一下，对，试一下，感觉一下，没错。那代表说他对于他这个动作有非常高的把握度，对他才敢在赛道外然后去执行这个动作。哦，上午当然国维表现非常精彩啊，而且还不断的跟镜头打招呼。对，没错。好，我们的比赛船一样绕回来，准备他的第一趟的赛道。好，国维是我们的右脚在前哦。第一个动作先选择 Hillside， 一样都是 Hillside 开始。哇，一个超大的 Hillside Indie Grab， 又大又高又稳，然后再来是偷赛。OK， 一个偷赛的 Wet Wake 没有问题。一样高度都非常的好哦。好，先暖暖身，对，先暖试试浪，然后再来一个 Hillside Back Roll， 成功了！国维的状态从上午好到下午，哇，刚刚的 Back Roll 其实非常的高哦。哇哦！再来一个 Hillside A， 应该是360，好 Hillside 360没有问题。Nice landing， 哇，真的帅！真的帅！第一趟就把高级组最需要的2个动作都做完了。对，哇，国维真的这个状态没话说啊，没话说。哦，上午就已经是让大家惊喜连连了。没错。到了下午决赛，哇，对，可爱，开始心情放松了，放松了，压力不见了。对，接下来第2趟就他可以好好的去做展现了。哇，可以看到他的跳浪真的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又高又稳。哇，再看一下，这是一开始的小菜，对，小菜，先试浪，对，这个 Hillside 360没有问题，慢慢上主菜了啊。是的，哇，还跟场边互动一下啦。好，有一点点调整的时间啊。是的，所以滑水选手其实就像一个明星一样啊，是，对，因为全场就只有你一位选手出赛而已。对 ，OK， 所以全部人都会聚焦在你的动作上面。OK， 所以在滑水的时候就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明星，对，要享受场边观众给你的掌声。对，没错，不要把它当成是压力。对，没错，去享受，去享受。好，我们的 Simon 要准备他的第2趟的赛事，加油加油！
国也练得非常的勤哦，几乎每个礼拜都会看到他在那个基隆河上练习。是，哇，所以当然也从他今天的表现，对，得到了成果了。没错没错。好，一样先选择 Hillside， 再来一个抓板180没有问题 ，No Scratch。哇，一个被滑的动作，比较有 style 的动作出现喽，没有压力了。再一个 Hillside 正转180的动作，对，两边的 Hillside 180。好，头塞出去，一样是一个 Hillside 的 trick。好 Hillside， 哇，抓2个板喽！对，哇，比那个6啊，一个 double grab 抓2次。对。好，再一个偷赛。OK， 抓板非常非常的扎实，很厉害的一位选手。是，对，基本功要够扎实，才有办法去做这些空中的变化。啊，最后一个动作看来是球外了，一样来一个超人飞。对，超人飞跟大家 say hello， 恭喜国伟，今天真的是 on fire， 对 perfect pass， perfect pass。哇，最后在赛道外再补做一个超人飞，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哇，今天的王国维没有极限啊！没错。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哇，从上午到下午，整体的状态是相当高档。没错。哦，没有因为天气不稳定或雨势的影响啊。但现在的雨势又减缓了啊，希望在接下来这几位等于是台湾最强的，没错没错，微博的高手啊，都能够在最平稳的状况当中来出赛。没错。哇！国伟今天真的6啊！对，真的6，给他一个666。对，这赛前可能拿那个中华队的骰子来撒，每一面都是6，每一面都是6。哇，今天包括double grab 也是做的干净利落啊。是的，可以在空中再去做一些重心的变换，去抓两边的板。哇，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来了，就是这个，这个动作非常有 style 的一个 trick。最后一个一样在赛道外，然后有捕捉一个超人飞的动作，就是这个是超人飞，就是跳起来把你的板子举过头，像超人在飞行一样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他也非常的开心，对，厉害的一位选手。是哇，看完了高级组之后呢，更期待大师男子组的决赛了。没错没错，那看起来比赛船应该是要去做一个调整更换裁判的部分，所以会有一个短暂的 ball setting 的时间。好，所以我们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待会最高潮马上就要回来，请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好，欢迎您再回到微风运河的现场。那我们在国家代表队选拔赛呢，会来到了最高潮啊。首先要登场的是大师男子组的决赛。没错，那我们的大师男子组的决赛，那就没有动作的限制喽。是，所以他可以有大招可以连开了。对，大招有多少放多少了。那除了大师男子组的部分呢，待会包括凹肉跟公开男，哦，也都要同时登场。没错，没错，我们的凹肉男子组就是我们的半职业的选手。对。哦，黄瓜比完赛应该蛮轻松的、啊。嘿嘿，没错，身上的重担都卸了下来，也会留在赛场，然后继续帮其他的选手去做加油打气。因为接下来的组别啊是比较高级的组别，所以船上它会再重新的再做一次设定，是对，船会稍微压的比较再重一点点，让船的浪可以再更大一些，对，让选手更有空间去利用浪做起跳、做空翻跟转体的动作。所以不同层级的组别船会有不同的设定，对，像是初级组，通常船就不会压得这么重，对，让那个船的浪不要那么的有力，对，让初级组的选手更多的控制的能力这样子。那当然，越高层级的选手呢，他们对于自身的控制就更好了，所以他们就可以去驾驭更有力的浪，对 ，OK， 然后去做利用浪去做一些更多高难度的动作。所以在船重新设定完之后呢，船会先再跑一趟的赛道去做一个 ball setting，OK，对，确保两道浪呢都是非常的干净，可以让选手去做动作。对，还好现在的雨势已经趋缓了，几乎没有什么雨了，就让后面的选手有更好的环境去发挥。刚刚透过这个祥太的解释啊，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快艇要出去做一个 setting 的测试，做一个 ball setting 的测试。对，所以我们再稍等一下，我们的大师男子的决赛，对不起，决赛马上就要登场。对，大家可以看到，在 ball setting 的时候呢，船后面有2道尾浪 ，OK， 就是要让这2道浪呢是非常完整的，而且没有多余的浪花盖下来 ，OK。所以在 ball setting 的时候呢，就会去跑，因为船上的重量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对称 ，OK， 船的浪花就会变形啊 ，OK， 所以在 ball setting 的时候呢，会去调整船的压水的重量以及裁判座的位置，是这个配比，对，配比都会影响到后面让呈现出来的效果。对，所以我们就从这样的镜头，就可以看到这个2道浪是要让它。应该说造的一模一样，对，造的干净，对，造的干净。所以像这种，像比赛啊，都是用特殊的造浪艇去做比赛，是。所以这种比赛的船啊，都是特殊的规格，对，只专门为划水运动而生的。
所以造价不菲啊。造价不菲，造价不菲，没错。这一艘船如果贵一点，可能是一间小套房。你可能台北市的一间小套房。对，看它的选配是以及它的型号。所以像这次的比赛船呢，是我们的 Nautic G21的船型。那后面的数字21代表它船的长度啊。OK， 对，所以它有像这个系列呢，还有 G21以及 G23以及 G25。哇，对，那就是代表它不同长度的意思。对。所以像目前国际赛事比较常用的船的品牌，就有像现在在用的 Nautic， 以及 Malibu， 还有我们的 Centurion，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大品牌的船厂 ，OK 都有在做这种比赛用的国际赛艇，也就是划水专用。那台湾呢，主要就有2种船型，一个就是 Nautic，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马里布，对，都是国际非常知名的划水船，是，而且都完全合乎标准哈。对，没错，没错，没错。但每一个品牌的赛艇，它所造出来的浪，可能特性都不同。对，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在这2天比赛也提到，选手们可能刚好每一个俱乐部所使用的赛艇不一样，那也许来比赛的话，刚好不是自家品牌的这个赛艇，可能就要有一点点适应的时间。没错，没错。所以我们通常选手到外地去比赛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提前的先去做适应，对，先去适应每个船型。好，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师男子组林荣信，对，荣信在大师男子组的决赛首先登场。好，荣信我们通常都会简称他，我们都叫他信。叫他信，对，叫他信。所以信加油！ OK， 选择一个 Jump Start， 从码头起吊出发的动作。好，荣幸呢来自我们的飞鱼划水俱乐部。好，荣幸下午选择把他的防寒衣穿起来了。对，上午我记得他是没有穿防寒衣的。对，可能一整天风吹下来也是有点凉的。对，选择下午的时候把防寒衣穿了起来。对最重要是不要感冒了。对，不要感冒了，没错没错。好，绕过来之后要进行荣幸的 Pass One。对，他的第一趟的赛道。 对，所以看到除了初级组以外，后面的选手其实基本上都是从跳浪就直接开始了，是对，就没有水面的动作了。所以这个船速呢，大概会落在32公里到35公里这个区间，所以其实速度是蛮快的。好，请第一个动作一样，都是先选择我们的 Hillside 正脚 Hillside， 哇哦，一个漂亮的 Hillside to wake。可以，接下来就是选择顺向的偷赛回来。让大家意外了。对，有点意外，有点意外。在偷赛的时候呢 ，landing 的时候做到他的脚跟了，有点打滑的动作。好，我们再看一下，到底怎么发生的。 哦，哇，看起来是切上浪的时候有浪的推力变强了，所以还在空中的时候有点点被顶歪了，它的空中的轴心有点被破坏掉了。OK， 导致它在 landing 的时候呢，有一点点不太稳定。对，而且刚好落在了浪头上面。对，没错没错。这确实在 landing 的部分是很困难的。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大家看下来都会发现，其实
选手的第一个动作都会去选择 hillside 的动作。OK， 原因是它比较容易去压水。OK， 所以上去也比较容易。OK， 所以大家在出场的第一个动作，通常会选择自己最有把握的动作，都是用 hillside， 对，都是用 hillside。目前看到应该大部分都是从 hillside， 第一个动作都是 hillside 的 two way 或是 one way， 是，对，都是从 hillside 开始。好，荣幸加油，没有问题哈。对，荣幸看起来非常年轻哦，但是他已经报到我们的大师男子组了。所以常运动，对这个外表其实看不出年龄。没错，没错。好，一样，对，从头来一样，先从 hillside 的动作开始，比较有把握。好 ，hillside 的一个抓板没有问题。好，看起来是选择回到的浪中间，应该是要等船回转了。对，准备要进入他的第二趟的赛道。好，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动作 ，hillside 的 way to way 跳得非常的高，非常的漂亮。再来是刚刚失误的 toe side two way， 哇，有点 land 在浪边。然后 landing 的时候，身体的重心已经往回倒了。好，第三个动作是他的 hillside 抓板，没有问题。好，比赛船就没有停了，直接回来到他的 Pass 2的赛程，加油！一样先从 hillside 的动作开始。我们的荣幸是 hillside hero， 对，从 hillside 开始喽，加油加油！好 hillside， OK hillside 正转180的动作没有问题。现在来到了 switch hill， 好，一样。右脚前的 hillside 上去，一样再做一个正转180，好，回到他的正脚，好，一样正脚的 hillside 会出什么动作呢 ？hillside back， 哇，有点偷转了，没有完全的起跳。啊，有点可惜，太早去转了，没有完整的起跳，导致它的高度有一点点的不够。没错，还可以看见，哇，还没有完全腾空就急着去做空翻的动作，所以导致它的高度没有上来，所以 landing 就 land 在了浪上，就有点可惜了。是。好，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荣幸刚刚都是做我们的 hillside 的 trick， 对。哇，可惜，一开始先有一个大家比较意外的失误。是的，没错没错。那另外这一次呢，可能高度不够，然后就先转了。对，偷跑了。对，偷跑了。你看 ，OK， 这个是他的正脚 hillside 180的动作。对，大家可以看到他荣幸 hillside 的 trick 都非常稳哦，不论他的正脚或反脚。都是非常稳定，而且又可以做得又大又稳。啊，但是这边对这个 hillside 的 back roll 就有一点点可惜了，太早转了。对，所以通常我们会称这种选手，我们叫他是 hillside 的 hero， 都只有 hillside 的 trick。好，下一位选手是我们的卓志宏木鸟教练。木鸟教练来了，对，我们的魔鬼筋肉人。啊，好，木鸟，我发现木鸟教练都会有一只鸟的画面，这是带给他幸运。对，没有错，非常贴心。好，我们的木鸟教练出发了，加油！卓志宏来自我们的 ESWay 滑水俱乐部。好，木鸟教练会出什么大招呢？
对，我相信他这次应该想要在比赛中完成他的 Volley Bird。OK， 他的转体加空翻加转体的动作。对 ，Volley Bird 其实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 trick 一个动作。对，它就有点它的中文名称我们叫它旋风鸟。旋风鸟。对，它就像一个旋风一样转了一圈。对，就有个木鸟教练一样，都是有个鸟。对，所以觉得木鸟教练应该会去呈现这个 Volley Bird 这个 trick。好，比赛船一样，即将进入我们的 Pass One 的赛道。OK， 一样先选择 Hillside 的动作开始。一个 Hillside， 哦，哇哇，哇！大家都惊呼呼意外，怎么会？怎么会？连木鸟教练他自己双手一摊，对，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这个动作对于木鸟教练来说，应该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动作。对，一个 Hillside 的 two way 加 tail grip 的动作。哇，对他就是双手一摊，对，他自己也非常的纳闷。还是真的又出现香蕉皮了呢？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侧，木鸟教练看看水面上有没有香蕉皮。OK， 一个 Hillside 的 tail grip， 看起来是有一点点 land 在浪尖上。对，那浪的推力非常非常的强，导致他 landing 的时候有点被顶掉了啊。还是在 landing 的位置的选择哦。好，我们再看一次。是不是真的 land 在了浪尖上？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Hillside two way tail grip，OK， 哇 ，landing 确实啊，真的完全在浪尖上。哇，所以浪尖上的 landing 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对，因为它的浪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OK， 所以它的那个 landing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OK， 所以。在 landing 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 landing 在浪尖上的话，你的失误的几率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强如木鸟教练遇到浪尖，对，还是会发生失误。没错，没错，没错。好，木鸟教练还有一次的机会，我想要看旋风鸟啊，木鸟教练。我们期待旋风鸟的出现但是看起来比赛船是往回开。好，我们导播再给木鸟教练幸运，再给他一只鸟，对，再给他一只鸟，没错。把全部的幸运都加注在木鸟教练身上。看起来应该是。这个动作我们会叫它是一个 rewrite， 就是可能刚在做动作的过程，可能船艇有一些的状况，导致它的浪型不太稳定。OK， 所以木鸟教练看起来是要重新进入赛道。对 ，OK， 那看起来应该是 rewrite 没有错，对，重新进入赛道了。OK， 那就变成说刚刚的失误可能就不算了。那是因为可能是船艇有一点点状况，导致它的浪型有点点改变。是。OK， 好，那没有关系，那就代表从头来过。好，木鸟教练。好，那看起来是要重新再进入一次赛道。加油加油！希望刚刚的状况不要影响到木鸟教练的节奏了。对，看起来是有一点冷有点冷。对我印象中木鸟教练也是比较怕冷的。对，因为他这么强壮的男人，但因为他体脂可能太低了有可能，对，体脂太低了，体脂太低了。好，一样是一个 Hillside tail grip，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对。这个人的位置就非常刚刚好。
OK， 那一样偷赛，好，这是来看偷赛。偷赛的 two way 去试一下浪形。好，再来一样偷赛的破去往外，准备他的 heel side trick。好，来看这一次 heel side heel side 的 tension 啊，后空 tension 翻没有问题，稳稳的。虽然说刚 landing 有点在浪上，但没有关系，木鸟教练稳稳的把它拿下。哇，这才是我们认识的木鸟教练吧？对，这才是我们认识的木鸟教练。好，那木鸟教练就成功完成他的 Pass One 的赛道。是，那我觉得他第二趟应该就不会保留了，对，就会要来尝试 Wally Bird 旋风鸟的动作。这个 Tailgrab 没有问题。OK， 一个偷赛的 Wake to Wake。这个就是我们的 Hillside Tension 后空翻的动作。哦，虽然是落在这个有点露在浪尖上了，但没有问题，还是稳稳的拿下这个动作。好，场边我们看到我们的荣幸，还有我们的巨阳尼，对，在场边观看我们木鸟教练的比赛。好，那我们的木鸟教练应该也要准备要出发他的第二趟的赛道了，加油加油！我们但是现在的雨势好像变得比较大，对，听起来是变得比较大一点点的，希望不要影响到木鸟教练的比赛。好，木鸟教练起滑，加油！开始他的 Pass Two 的赛程。好，看起来会先做一个偷赛的动作，先再拿一个分数。一个偷赛的skate core 是前空翻加正转180的动作。好，剩下的时间我相信就要来拼 Wally Bird 来了，大招来了！来招的 heel side， 哎，先做一个 heel side 360，对，先做一个 heel side 的360。还有时间。好，那一样选择偷赛的动作。好，偷赛一个看起来是要做一个 backside 偷赛的 back roll to river。OK， 有点扔在浪里面了，还有机会吗？看一下，对，应该是要做一个偷赛 back roll。加正转180的动作，哇，还有办法吗？还有一次机会吗？对，还看距离。看起来绳子被收起来了。哇，看来距离不够了，有点可惜，没有看到木鸟教练放出他的 Wally Bird 啊。不过也让大家更期待下次木鸟教练的比赛。没错。那刚刚在比赛的内容其实非常好，有空翻，有转体的动作。OK， 它的组合就非常的完整。是。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师男子组的决赛，包括荣幸跟木鸟教练也都完成了。那接着就是奥漏半职业的许淑媛、巨阳尼，没错。巨阳尼来自我们的 ESW 滑水俱乐部，也是一位经验非常老道的选手哦。又是这个大头照，对，非常有喜感的大头照。哇，这个是专业的 talk show， 对，专业的 talk show 演员啊，没错，喜剧演员，但是现在是特技喜剧演员。对，现在前面多了特技。对，因为他今天早上的
表现真是在让大家叹为观止。叹为观止。我曾经有跟他建议说，还是你可以在比赛的时候可以给我们表演一段 talk show 吗？对，他说太远了啦，听不到，听不到，要装那个麦克风，大声公，大声公才有办法听到的。对，希望之后可以开一个 talk show 组。好，我们的 Johnny 许淑媛让 John Star 出发了。哇，看起来雨势是有一点点大，有点影响到我们巨阳尼的视线了。OK， 先做一个 inside out 的 blind， 去试一下浪型。哇，看来雨势是真的蛮大的，在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其实雨打到脸上其实是蛮痛的。确实啊，大家如果有骑摩托车经验就知道了。没错，而且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保护的，对，没有任何遮蔽，对，没有任何遮蔽的哦，就是实打实的直接打在你的脸上。加油加油！希望我们的巨阳尼不要被雨势给影响了。好。看起来一样，先选择休赛的动作开始。加油加油！我们的热血选手，一样一个休赛。好，巨阳尼休赛，先做哦，哇，他这个动作呢是一个休赛 two way， 然后加一个 blind 的转体，背转180的转体。哇！然后他想要做的叫 blind landing， 就是没有 handle pass， 直接把OK 没有 handle pass， 把握把直接背在背后的动作，但有点跳太远了，跳太远了。哇，今天来到决赛，因为下午这个雨势变大，是的，真的对于这个 Weibo 的选手考验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没错没错。对，希望不要影响到选手的发挥啦。对，这个动作对 Johnny 来说应该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动作才对，是应该是先打底的动作。是的，是的。没想到发生失误，看来雨势还是有对于选手有一点点的影响。所以在一进球的第一个动作就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失误，但没有关系，后面还有机会。加油加油，我们的巨阳尼！还有完整的2个 pass。好，比赛船又重新的出发，加油！我们的巨阳尼许淑媛。好，看起来这次要选择从偷赛的动作开始喽。哦，对，选择从偷赛开始。是。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是什么。那个偷赛的 edge 进来，是一个 skate core 前空翻加正转的180，非常稳定。好，现在选择他的反脚偷赛的动作 ，switch。好 ，switch 一样在一个哇，没有哇，他也要再做一模一样的动作，一样是 skate core， 只是换成反脚的动作，有点可惜 ，landing 的时候。重心歪掉了，可以看一下他的 switch 偷赛 skate core landing 的时候，哇，有点被弹出去了。哇，这2个动作对于许淑媛来说，应该都是非常他很拿手的一个动作，应该是可以正常发挥。是的，是的，是的。那平常练习或者是过去比赛的经验，这样的动作不会造成很大难度。但是我们就提到今天的雨势的关系，确实对选手们可能视线上也有影响啊。是的。然后天气也冷哦。对，没错。哇，所以那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其他表现好的选手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哦。没错。再来看，这是一个偷赛的前空翻加正转180，我们的 skate core，然后这个是
反脚 switch 一样是前空翻正转180，但是 landing 的时候重心往后倒了，非常的可惜，在 landing 的时候放掉了他的握把。好，那我们看到在半职业的部分也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最后压轴的浪花兄弟在男子公开组的决赛。对，我们的杨舒凯凯，就是我们浪花兄弟的弟弟。对，浪花弟要先登场。哇，舒凯跟右叶真的是我们台湾很顶尖的选手哦，所以可以看到他们不论是宽板滑水或是快艇冲浪，哇，他们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两位选手当然在今年要代表台湾去参加世界运动会。是的，在那成都一位就是宽板滑水。对。那宽板滑水的话是这个右叶，是哥哥右叶。对。那舒凯的话是 skin， 对，他是快艇冲浪 skin 组的，非常的厉害的两位选手。对，真的是从小看到他们滑水长大啊。对，从小小的，然后现在哇长高了又变壮了，然后动作哇开始飞来飞去，翻来翻去，开始飞来飞去，对。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两位选手。对，然后当然家学渊源然后那一家等于是兄妹哦，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手。是的。好，画面上看到是凯凯在这2年的国际赛成绩。好像他们也很常到国外去做异地训练，是对，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的努力而且认真。他们去尝试各种不同的教练的教学模式，各种不同风情的方式，然后把他们学回来台湾，然后再传承给其他的选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对，哦，这种经验的交流，对，这种分享跟交流。公开男子组决赛，2位选手，浪花兄弟舒凯、凯凯，浪花弟率先要登场。OK， 好，我们的舒凯起滑，加油加油！而且他们两兄弟的动作真的是又快很准，是对，像舒凯的节奏超快的，对，所以像正常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赛道375公尺，通常一般的选手可能只能做到4个动作，但他们硬生生可以把它做到6个、7个、8个，甚至更多。对，因为舒凯在上午预赛我印象很深刻，他是连发，对，完全没有一个做再接一个，是的，一个接一个哦。对，他们可以接得这么快，代表他们对于这些动作的掌握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对，他硬生生就是多你2个动作。所以这在他比赛的时候也会获得很好的优势。好，来看一下舒凯，加油加油！舒凯是我们的右脚在前的选手，他一开始先选择左脚压出去，然后一个欧里180换成右脚，第一个动作。优赛 Tangent to Line， 哇！今天在决赛的部分，大家的得失心都比较重啊！哇，没错，一开始就跟你放大招，一开始就来个优赛的后空翻加背转180的动作，哇，有点可惜，握把离身体有一点点远。哇，大家都没有在保留是一开始就是直接来了。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因为我刚刚有访问了一下凯凯，我就说，那你有打算出什么动作吗？他说他只希望给他哥哥一点压力而已。难怪他讲的这句话，就知道一开始要出大招，直接大绝。没错，大绝就要直接放出来了。不想让哥哥太好过。没错没错。但兄弟俩这互相砥砺啊，一直进步。没错。
是最好的对手，也是最好的兄弟，互相砥砺，互相成长，这是我们很希望看到的一个环境。好，我们的舒凯加油，第2次起滑，看起来一样要先选择 Hillside 的动作。OK， 加油加油，一样 Hillside。OK， 先做一个 back roll Hillside 的侧空翻，先拿一下分数试试浪。OK， 换成他的 switch 左脚。不要，加速加速，再加速再加速。我们还想再看多一点，千万不要。好，换成他的 Hillside 一个 tension。OK， 先做一个正常的后空翻 ，Hillside 后空翻。哇，刚刚那个有点惊险哦。是，对，所以其实像到了这种世界级的选手，他们对于传的速度的掌控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差一点点速度，他们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对，因为他们很敏感，对他们非常非常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浪型。所以像刚刚在出赛道的时候呢，凯凯又再做了一次加速。OK， 所以这就是职业级的选手对于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讲究。对，对于初学者，这怎么快怎么慢都没差，但是对于这些世界最顶尖的选手，真的一点点速度的差异，浪的不同其实就会影响相当巨大。对，所以我们都会去教育选手，知道说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浪型，然后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浪型，在比赛中可以尝试的去做调整。OK， 那因为凯凯第一次 Pass 1有摔水，所以他的 Pass 2就没有停下来，决定要直接来了。好，希望在 Pass 2的部分呢，凯凯真的能够给哥哥压力。没错，我们希望看到完美的 landing。好，一样他的 Hillside Trick， 又跳回来。好，我们的 Hillside Approach。好，换成他的 switch， 又换回来。他在决定要出什么大招给压力了。好，这个他的正脚偷塞。哇！看来是要去拼大招空翻加转体360的动作。哇，不过在换握把的过程有点滑掉了。对，就已经抛掉了。对，有在换握把的过程就有点溜走了。可以看得出来，还是要做空翻加转体360的动作。好，空翻转体，哇！其实舒凯已经完全的转完喽，但是他就是很可惜，在换握把的过程没有接到握把。哇，非常非常的可惜哦。对，看得出来他的企图心就是没有要让哥哥这么好过了。是。不过我相信右月待会登场也不会因为弟弟有失误他就保留了。对他不会，他不会。他就是那种，我有几分我就做几分。对。待会就是目前在这个项目台湾最强的选手杨佑业要登场。我们的台湾队长杨佑业，来自文子滑水俱乐部。连续2届的世界运动会都要代表台湾出赛。没错。就是在这个项目，在微博。没错，也是我们台湾世界级的选手。拿下世锦赛 U18的铜牌。没错，我们的右叶 Wesley。画面上就看到右叶过去的资历啊。没错。不管是微博、威瑟都拿下了世锦赛，都在 U18拿下了铜牌。另外在全国的滑水锦标赛，但双料冠军啊。对，微博跟威瑟都可以。所以希望今天的压轴可以让大家尖叫。没错，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没错，我相信，直播前面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了。像他早上呢有去尝试做一个 double back roll 的动作 ，OK， 就是在空中翻2圈的动作。是，可惜那2次都差一点点，他有成功过1次，然后他在澳洲集训的时候，OK， 在亚洲可以成功 double back roll 的人，其实应该10只手指头数得出来是，但如果能够在自己的主场
哇，完成这个动作，这是历史的意义啊！没错没错，哇，一开场还没进赛道，先跟大家来一个 say hello。超人飞，哇，他这个脚抬的有够高的，没错。告诉大家，这个是我的主场。加油加油，我们的右叶！像他去年在比赛的时候呢，就成功了在做了一个900度的转体，是在空中没错，转了2圈半，侧转，对。那我们等一下看我们的右叶会端出什么精彩的动作给我们，也是我们的压轴，对，全台湾最厉害的 Wakeboard Rider。好，一样先选择先打个招呼，告诉大家我要放招了，仔细看。好，选择的一个 Hillside。哦，也是做第一个动作就放大招失误。好，我猜他这个动作要做 Woolly Bird， 就是我们木鸟教练早上尝试的旋风鸟的动作。但上去的时候，哇，有点歪掉了。对，看起来是要做 Woolly Bird 啊。没错没错，是一个 Woolly Bird 的动作。好，我们再看一下，我再看一次旋风鸟的另外一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Hillside 登上去，对，应该是要做 Woolly Bird， 但转到一半的过程，重心有点被带走了啊，有点可惜，有点可惜。是，没有，他觉得要跟弟弟一样，我们在同一个起跑点开始，对，我们公平竞争。OK， 来，对，我们都先让一个动作，先让一次，好，对，没问题，没问题，相信右叶哦。 然后看来是要上传调整一下他的装备，因为他应该也是喷装了。看安娜就可以看到，其实刚刚落下的冲击力其实非常大哦。是，对，像在越高层级的动作，对，如果在执行上就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对，每一个细节都不可以放过。对，那失误之后，它其实强度也很高。对，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说，一般的初级、中级，可能你失误，这个浪板还是很扎实的跟你的脚在一起啊，因为你的失误的强度没那么高。对，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看你怎么失误的啊。所以我们很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你从水面消失的速度越快，代表你这个动作摔得越痛啊。确实，瞬间原本落水都是1秒的事情，突然变成0.1秒的时候，哇！ 这个动作就会蛮痛的。好，我们的右叶先上传调整了一下他的装备，再开始他的第2次的下水。加油加油！我们的威斯利台湾队长，来自我们蚊子滑水俱乐部的杨右叶。OK， 装备没有问题了。 好，现在就跟弟弟在同一个起跑点了，都是先有1次的失误了。是。好，我们的比赛船一样慢慢的开直线。OK， 我们的右叶第2次的起滑，加油，没有退路了。 没有退路了啊，在悬崖边哦。OK， 右叶直接先来个 inside out 的360试试手。好，选择 OK 一个 hillside 的动作。OK， 先做一个 hillside 的 back roll， 对他来说应该就是小菜一碟，稳稳的暖身啊。一个Tuji 是 Tuji roll。好，一样一个 hillside。 好，再来 hillside。哦，一个 KGB， 没有问题。对，看来前面的那个失误没有造成到他太大的影响哦。
好，那当然要直接进入到这个 Pass Two。对，进入到他 Pass 2的赛程了。一开始先来一个英赛号试试浪，然后在进赛道前呢，先来做个 Air Ready， 跟各位观众打个招呼。啊，这是刚刚在做 Wally Bird， 有一点可惜，在旋转的过程中，身体的轴心被带开了。哦，想要在一开始这个可能体能最充沛的时候，对，做大先来。哦。然后刚刚是一个 Hillside 的 Backroll， 好，这是一个 Fuji， 可以稳稳的后空翻加背转360。好，他的第二趟赛道来了，先选择一个偷赛的 Trick， 好，偷赛。OK， 一个 Skateboard 前空翻加正转的180。好 ，Hillside 会凭什么动作呢？这个 Edge， 哦，再来看这一次，一个 Moby Dick。好，可以。好，换个 Switch Hillside。哦，720，720，两圈。两圈。哇，今天我们看到540，这是720。Wally Bird，没有问题，这就是旋风鸟，没错。这个就是我们木鸟教练想做的 Wally Bird。是，哇，优耶！演示了一次给我们的木鸟教练看。不愧是台湾最强的男人。没错。哇！虽然在比赛一开始让大家很意外，对，不过在第二趟，小试身手之后，逐渐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哦，哇，大招连发。没错。好，我们的右叶要准备回到码头。对，哇，右叶，哇，最后还是让大家大饱眼福。没错。我看到720啊，看到 Wally Bird。哦，等一下，他是不是还有一些动作要做呢？是，看来又有一个要拼一个动作。好 ，bonus， 大家要送给大家。哇！还有机会吗？还行吗？看来还有一个 bonus trick。好 ，bonus 要拼 double 咯，加油！看一下，右叶没有。没有，对，看来刚刚应该是想尝试一次他的 double back roll， 是，但他在翻完一圈之后发现，动力好像不太够，对，他就收掉了。对，现在已经是 show time， show time， 对，他的表演时间了。好，当然比赛已经结束了，现在是 bonus 哦，对，这是让大家大饱眼福的时刻了，这是一个 show time 的概念。哦，还有再拼一次的机会。哦，换另外一个动作，他的 switch 偷塞。哦，哇，都有点可惜，在起跳的时候有点勾到浪。好，再来。看来是没了，结束了。对，帅气的回到码头。好，不过虽然没有做这个 double 的 back roll， 对，不过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旋风鸟。对啊，看到了这个720，没错哦，但他的极限是900啦，对，还差半圈，还差半圈。哦，对，他这是一个偷赛的 skateboard 前空翻加正转180。好，这就是这是他的空翻加转体，OK。这是他的 Switch Hillside， 这是应该是720，对，一圈两圈没有问题，扎扎实实的720度两圈。好，这应该是他的 Wally Bird， 对，跳起来旋风，对，就像龙卷风一样转了一整圈，非常帅气的一个动作哦。是，对 Wally Bird。好，那看完了。最后公开男的决赛，右叶啊没有让大家失望，没错，一开始让大家惊呼，不过只是让大家先醒脑而已，因为他把压轴留在了第二趟，但第二趟他等于是
这个大招连发，没错相信大家也是看得目不暇接。那看完了，在今天公开男的最后一位选手杨佑岳之后呢，我们在2天的拖艇划水的国家代表选拔赛呢，已经完整的结束了。待会也要进行颁奖典礼，所以也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分享选手们最荣耀的时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
好，欢迎您再回到比赛的现场。那在今天的最后阶段，为大家邀请到是在今天这个表现非常好的2位选手信跟佑业来到我们的主播台，跟我们好好的谈一谈这2天的一些想法。那当然，首先还是要问到信。那当然，信在今天的表现其实非常不错，不过还是有一点点小失误啊。还是针对今天2天的这个选拔赛，你的一些动作的内容啊，或者是对今天自己的表现满不满意？其实我觉得今天我有算在第2趟的时候有把我想要做的动作做出来，就是稍微勇于尝试一下。那前面的基本功我觉得都还可以，但是在这场赛事过后，可以再有更大的目标，再继续练习。你刚刚讲说你有更大的目标，那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更大的目标是什么？下一次的话，目标是高级组。好，对，有这种信心。那我相信祥太今天看到信的表现，对他这个目标应该是有机会达成的吧？我觉得应该非常快就有机会达成，非常快就有机会达成，非常快。是，对他的在下一个杯赛，没错，我相信他的空翻应该在下一次的比赛就可以完美的呈现给大家了。是，对。那当然你有提到下一次可能以这个高级组为目标，那如果针对这个项目呢，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要滑到什么样的境界才是你现在可能第一想到的一个达成的目的？其实蛮清楚现在的缺陷跟不足的地方，所以会在下一个赛事前先把它做第4边的完成，这样。OK， 对，因为目前就差一边，然后接着就是往空翻动作做练习，更加稳定这样子。不过我们也谈到今天，其实对于这个宽板滑水蛮严苛的，因为下雨，而且到了下午雨势是越来越大所以谈谈这个天气是不是也造成你们可能在这个动作实施上面增加点难度？其实主要是在视线方面，对，然后风，但是其实因为相信就是在座各位就是也都非常有经验，那其实多多少少，然后以及这些天气的资讯，我们大概都可以掌握一点点，主要就是临场感。这个还是要到现场来做调试，这样。其实简单讲就是大家都有骑摩托车的经验，你就是下着大雨，然后你骑着车，你的视线都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又去实施这么高难度的技巧，确实不容易。2位都辛苦了。好，那接着来问一下佑业啊，来。麦克风交给佑业。那其实佑业当然其实在最后的这个公开组的决赛带给大家其实是一个视觉飨宴。不过我还是先问一下关于这个世界运动会你的准备，因为是第2次了，当时你才15岁吧？我记得2022年，差不多2022年。对，22年才15岁，在伯明翰。那这一次到这个中国的成都，那针对第2次参加世界运动会，你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希望可以比上次还要好。上次第7嘛，这是第7，对，这次目标是好过一个进前6，进世界前6，对。OK， 而且这次你不孤单啊，对不对？这一次有这个弟弟跟着去，然后于璇对也要去嘛，所以这个等于是在这个项目台湾的代表团有3位，对，一起作战的感觉是，所以应该可以更从容或更自信，对，所以好，现在先讲你的目标是前6，那有没有到时候想要先再趁到暑假这段时间点练什么样的招式，到时候能够在世运会好好的展现？招式的话，应该就是在预赛做的那个 double 那个 double， 对，那个 double 应该要应该可以哈，对，应该要把它练起来，应该吧？因为刚听祥太说，好像在国外有成功嘛，对不对？之前在澳洲特训的时候已经有成功过了，对，澳洲的时候是，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但这一次在国内的选拔赛是没有看到，那我们希望。当然，在接下来练习，在台湾可以先成功，然后再把这个成功经验复制到这个成都。对，没错。好，不过我们还是回来谈一下您在这一次的选拔赛表现，有没有达到你初步的预期？虽然这个 double 没有完成，不过最后那个旋风鸟，做的应该蛮到位的。对，这一次比赛，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好玩，是因为我。之前小时候的比赛会让自己压力太大、太紧张，所以长大之后反而不去想着，要做什么动作，就是放松滑，反而对我自己比较好一点。OK， 那强太针对他，今天我们最后看的这几次，虽然一开始这个失误让大家大吃一惊但是后面应该是算是渐入佳境啊。没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佑业的动作其实都是非常干净利落的，而且他的无论是转体或是空翻动作，其实都是呈现的非常非常好。那我们也期待他在中国成都的比赛也可以有更好的表现。是，但是我还是要
问一下，到底为什么第一次那时候失败？我们真是吓到我们2个在主播台都叫出来了，怎么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进去，因为我比赛前我没有在排自己的动作，所以我一开始进去，你就是直接 freestyle 的。哎，对，完全相没有 game plan 的，没有。所以那时候就在想，rollerball Moby Dick，rollerball Moby Dick， 然后飞起来的时候才想到 rollerball 好了，但来不及了，就下去了，睁开眼睛就在。拜托你成都不要这样好不好？不要吓，到时候应该有很多台湾的观众朋友在看哦，所以千万不要吓大家。希望你在成都其实一次就成功，那好好做的 game plan，对不对？我想每一次在比赛当中的失败，都成为下一次成功的很大的要素嘛，对不对？没错。哦，所以我想，在这次的国内选拔赛，虽然你要的这个 double 没有做出来，但是我相信你也吸取更多的经验。那希望带着不管是旋风鸟，或者带着这个 double 这几个大招，能够在成都的世界运动会帮台湾拿下好的成绩。好，预祝你在成都真的可以进到前6名，甚至有机会站上凸台。希望。好，我们都给你信心。谢谢。是好，希望佑业还有幸未来在这个滑水的这条道路上的成绩能够越来越好。但我们为期2天的国手选拔赛也完美的落幕了。虽然当中也因为天气增加了一点难度，但是我相信选手们都很安全、很健康无虞的完赛是最大的目标。也预祝所有选手在接下来的这个滑水的生涯呢，能够更上一层楼。那今天2天转播工作呢，也到此告一段落。我是李敏庆，以及我们的专业赛评祥太，以及佑业还有信，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明年再会了，拜拜，拜拜，拜拜。